在四川高县罗场宋江河岸边的石崖上，有一些神秘的石窟，都是长方形制，显然都是人工开凿而成。在一些石窟口还雕刻有图案，这些图案的雕刻技艺十分精湛。这些神秘的石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专家们判断，这是古代的崖墓。崖墓是古代的一种葬式，就是在高高的崖壁上开凿洞窟，把棺椁和遗体安葬在里面。多次调查，总共发现大约有10余处这样的文物点。这样的墓葬形式在我们川南比较普遍。悬棺只是这个岩葬的一种形式，有的是放在这个岩洞里边。有的是在岩石上造一个框进去，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至少是三种形式。在中国西南广袤的山岭间，在陡峭的绝壁上，和崖墓相关的还有一种更加神秘的葬式，那就是悬棺葬。在离高县不远的巩县，有保存比较完整的悬棺葬。云南盐津县的豆沙关也有悬棺葬。这些悬棺的主人是谁呢？他们为何要把死者葬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呢？他们又是如何把棺木放上悬崖峭壁的呢？1974年春天，在悬棺遗存最多的四川巩县，在四川省考古队主持下，展开了对悬棺的首次发掘。根据历史记载和专家考证，悬棺的主人是古代一个奇特的少数民族——博人。博人属百越民族，在周武王讨伐西南夷时帮助过周武王。周武王分封其属地为博侯国。明朝以后，博人的踪迹就渐渐消失不见了。博人在明朝中期突然消失不见，与曾醒吾过四川高县石门关有关。曾醒吾当时带兵经过石门关，并留下心情沉重的诗句，就是去平定博人的反抗起义。博人虽然消失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他们却留下了神秘莫测的悬棺，千百年来一直让人迷惑不解。仰望那些悬搁在峭壁之上的棺木，人们不禁要问：当年他们是如何放上去的呢？专家学者们在全国各地都做了实验，综合了索道法、栈道法、水位法、支架法等等的。索道法从上往下掉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想的还是索道法。为什么呢？它不是从上往下掉，是从下往上提。我们当地人现在埋人啊，人死后一口棺材，一帮人就要抬着棺材，再陡的坡、再高的坎也要上去。我觉得它应该是从下往上提。怎么提呢？比如说一个台阶，人先到这个台阶，把绳子放下去，把棺材拴好，提上来，提到这个台阶，提到这个台阶下边那个有些小台阶吧，提到那个斜面的时候，有一帮人拉住，然后这个一帮人抬住就可以上去了。这是我们想的一种方法，这是猜测了。如何把棺木放上悬崖，人们众说纷纭。博人为什么要把死者葬在高高的悬崖上呢？所谓的悬棺葬，为什么人非要悬在高高的山崖之上？这是典型的一种通天的思想的物质表现。商周时期我们叫通天啊，
然后春秋战国到秦这块呢，我们叫问天。到了汉代以后呢，我们就叫升天，升天了。但是当时的这个南夷少数民仍然是通天。那升天呢，是汉代中原地区的典型的这种，就是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宗教观念，这在我们国家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南夷当时呢是通天，觉得呢人死了以后肯定就要是到天堂，或者是会与神通、与天堂通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的。但中国的升天不一样，他认为不一定是到天堂，而是到另外一个界，我们叫仙界仙道。玄关在我的理解里，就实际上呢，就是为了升天，离天近，悬在高处，啊，就是我们现在人是为生而活，以前的人呢是为死而活。武史道探险考察团从成都出发，一路风餐露宿，有马路的地方开车，没马路的地方下来走路。古代的道路遗存大多在山腰或者山顶，现代交通工具根本派不上用场。考古专家们就用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丈量远古的时间。原来的宽度，对，那边呢就是水土流失以后变窄了，变窄了。你看哈，这才是那个后来都应该采出来的，至少应该这块呢，实际上还应该在里边，它是水土流失再滑下来的，然后应该到这个边缘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吃饭一样，1.54米，1.9米，就上了那个2米了。哇，2米多了，2.5米，2.53米，52.53。我的看来，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考古上讲的，这是所谓的打破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早晚的分别啊。比方说这条古道呢，这条古道可能时代的比较早一些，啊，后来呢觉得这个宽度不够了，然后呢在这个旁边呢又把它铺了也加宽了，并且呢这儿呢又进行了开凿。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说的这条路，这是最古的古道，这我同意，但是它后边加宽以后，它为什么没跟它修成一个平面？像这个，下沉了有10几公分，20公分，20公分不到，15公分啊。我在想，可能这个加宽地基慢慢的这个因为下雨啊什么的塌陷。4个字，地基下沉。地基下沉。哦，对，这有可能就是长期走。哎，这个是这个方向是这个四川往云南走的必经之道的话，这块就是无尺道。文献记载的这个秦汉的1尺呢，就是23.1啊，就是这个啥。所以所谓的无尺呢，也就是1.15米左右。1丈呢，也就是2.31米啊。现在咱们的这个位置是什么经纬度？现在经纬度等我调一下啊，是北纬28度06.430。06.430，东京是104度32.458。专家们认定，脚下的这条古代道路就是秦朝开凿的无尺道。他们认定的理由是什么呢？高度就是一般是10到15吧，它的台阶那个高度20了。对。张老师就说，确定就是这个道路是不是无尺道？它有几个要素来跟它确定？这个是这样子，目前看来，它这个古道路的3大要素，它基本都那个具备了。是哪3大要素？就是我这个指的是修路的，那个方式，修路方式就是琢，然后砌，秦代修筑这条路的时候，它是由于这是一种国家的一种工程，它投入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当时也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很实在的一种那个精神。他要不然他不修了就是一条要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那个一条路。
一条来自远古的道路。一次高规格的大型考古探险，一群国内顶级的专家学者，一次深入西南腹地的时光之旅。离开四川，专家们踏上了云南的土地。进入云南第一站延津县高桥镇，考古专家们又有了重要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无耻道的相关问题。这一段是我们从这个宜宾走过来，我们看到的最险峻、最震撼，也是工程量最艰巨的一段。整个这一块，整个是用那个凿下来的。这个在陕西，在秦岭里边的栈道里边，这种方法也有。你看这个高度，我们估计应该至少有5米。这最上边下来，这个开凿的痕迹一根一根的，清清楚楚这个开凿的痕迹非常清楚。古道下面流过的河流叫关河，架在关河上的石拱桥就叫高桥。高桥是无耻道的必经之路。高桥两边的古道路都是在整体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这样的工程即便是在今天，拥有现代化的开山凿石技术，其工程量还是堪称巨大。但是这样的工程居然在秦朝就完成了。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初步考证，他们是在当时这个火药没有产生，另外这个现代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它是用一种传统的火分水机的方式。火焚水机就是在岩石上堆上木材燃烧，把石头烤热之后马上脱水冷却，这样热胀冷缩，石头就会裂开，再进行人工开凿。如此反复，直到把整个山体凿开，挖出一条道路来。在记载秦开无耻道的史记里，司马迁还记载了一件事，说的是出使西域的张骞在阿富汗境内发现了来自四川的琼竹杖和蜀布。这说明在当时就有一条从四川通往西亚的道路。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捐毒道就是这条道路。这条古道从成都出发，经西昌进入云南。再从云南进入缅甸，最终进入印度和阿富汗。但是也有人认为无耻道才是这条通往西亚的道路，
至少部分是重合的。蜀商的马帮从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就开始出发了。成都平原的布匹在那时就到达了印度，这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了。关于秦开无耻道的记载，有人认为是秦始皇把李冰修建的博道延伸到了云南曲靖。更多的学者认为，无耻道之前，川滇之间早就有古道路存在，秦朝不过是把它加宽了而已。无耻也仅仅是一个约束，并不是一个法定宽度。云南盐津县豆沙关又叫石门关，是无耻道的必经之地。这个石门关呢，它是隋朝建关，隋朝建关以后，他就把中原和边疆一分为二了。我们现在还在边疆，然后进去以后就是中原了。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天宝战争爆发，南诏叛唐，叛唐之后，这个唐朝无力再管南诏，就关掉石门关。就是唐朝到此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唐朝，进去以后才到了唐朝。在石门关内有一个国家级宝物，把唐朝的时光雕刻在了石头上，这就是元淄摩崖题刻。元淄是唐朝篆书大家，奉命前往南诏颁布册封诏书，路过此地留下了他的签名。有人比喻无耻道是秦朝的高速公路，这些千年踩踏而成的马蹄印，就像时间脸上的一个酒窝，它们是秦朝高速公路上的刹车印。进入云南境内，山势明显陡峭险峻。探险考察队沿着金沙江的千里大峡谷继续前进。考察行程过半，天气也明显热了起来。这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引起了大家的疑问。为什么无耻道大多顺着河流，选择在山腰或者山顶上行走呢？它整体呢，它是沿着2条河的流域来选线的。它的一部分线路是沿着河谷，也就是南广河选线。到了云南境内呢，它沿着所谓的猪蹄江或者关河这个道路来修建。横断山脉的情况就是这样，往往在山腰上，特别是在云南，看起来山很高，到半山呀有一个相对平的一个台地。如果在关中地区或者在陕北地区的话，它是不这样选的，因为这样的话，在实际的路程中呢，就稍微远了一些。北方的这个秦之道呢，
因为现在它在当时是开辟在群山峻岭和这个高原上。那个秦之道，它是走在那个山脊。但是在西南这个地方呢，他这样选是有道理的，是很科学的。我觉得是和云南那几个县的特殊的地形地貌所那个决定的。山大沟深，有的地方太险了，啊，比拟千仞，悬崖峭壁，它只有走山腰，直接的从宜宾开路到当时的云南的这个昭通、曲靖这边的话，它翻山这个路呢是不可行的。带来的它的好处，那个就是它可以更多的避免水土那个流失对它的那个影响，或者走河谷改道对栈道的那个影响。这样它走上部走山脊，它是工程量比较大，但是一旦修成，它遭受这个水土那个流失和自然风化的影响又比较小。现在我们的很多公路、铁路和高速公路都是这样选线。走山脊来说，相对比较于走河谷，它是等于走那个捷径，因为山谷它是随着水流的回转，它这个可能要绕更多的那个道路。在云南昭通市内的一所学校里，集中了2处国家级文物，一个是汉代孟孝巨碑，一个是晋代霍承嗣壁画墓。这2处文物充分体现了无耻道开通以后西南地区和中原文化的交流情况。穹隆顶，是个东晋的，但是呢，它有这个东汉的风格。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壁画，因为整个墓葬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青龙、白虎，这是朱雀。不是的，关键是典型的就是这个中原的这个汉墓的这个做法，但是呢，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出现了所谓的我们说彝人祖先的这些形象啊，这是中原看不到的。在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收藏的出土文物里，不仅有和四川宜宾出土的一模一样的青铜器，还有一模一样的半两钱石范，造型相同的汉代陶俑。在这些文物中，还有和三星堆出土文物同类型的跪坐青铜俑、摇钱树，还有来自蜀人的巴蜀印章。所有这些文物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道路开通之后的文化经济交流。更深层次的东西呢，是要说到这个文化交流，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文化上的互动啊，非常的频繁。文化传播肯定是双向的。中国古代的这些文明是个多元的，是从不同地方同时发源的这么一种文化。昭通出土的文物呢，从一个侧面呢，有力地证明了我们那个中原文化，是从我们这个无耻道传播到云南乃至南亚和东南亚的。我们在高县发现的半两钱啊，我们在这个昭通、曲靖这一带都能够发现战国秦汉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文化因素哈，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说文化交流的成果呢，也通过这条道呢传到我们的四川和中原。这个无耻道和它，比如它更早的一些通道，就对这些文明之间或者这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包括它和融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曲靖宣卑市盐柳乡的可渡村，是无尺道上的一个古村落。传说诸葛亮南征路过此地，给这个河边的村子命名为可渡。这里的居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祖先是洪武14年从南京搬迁来此戍边的。村里还有老人会说南京话。考察无尺道的考古专家们登临了颓败的凌云关口，抚摸了荒芜的烽火边城，怀念了司马迁，凭吊了诸葛亮，一路上穿越了3000年的时光。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可渡关的那个驿道上，我看见长长的古道，然后呢，非常这个古道啊，已经那个石面已经被踩的有马蹄印啊，还有修补的痕迹啊，显得非常古老。这时候呢，有个老人在上面呢，他在背粪往地里。我上去问了问，这个老人是70岁了，啊，这让我有一种非常沧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种脆弱与高贵，我们的古道，因为古道呢，因为生命而显得高贵，但是呢，生命呢，由于历史而显得脆弱。